金属球棒即将遭到改造，无证骑士化身为一拳骑士。Hello， 大家好，我是麒麟。本期我们接着来看《一拳杀人》原作版的故事。不久前，金属球棒独自一人去探寻新组织 New Heroes 背后的秘密，竟意外发现他们在背地里进行人体改造。正要一路杀过去，就被从背后注射的药物晕了过去。等醒来后，他已经被五花大绑控制住了。门口走进来个送饭的，球棒冲他怒吼道：“妈的，赶紧把这玩意儿给我去掉！这样子我怎么吃饭呀？还有你们无视本人的意愿进行人体改造，原来所谓新英雄组织的真面目就是群坏蛋吗？”咆哮声刚落下，门口便走进两道身影，正是应了他一手的两警卫员艾利米和德斯特罗。见球棒精神气不错，艾利米笑着表示，球棒一定会成为很棒的改造人战士。一听这话，球棒身上的锁链发出拉扯声，当场就想抱起。艾利米嘲讽道：“不肯服输可算不得真男人哦！再打一次，你以为你就能赢吗？”球棒听了这话更气愤了，直言道：“他根本就没输好吗？”那会儿他怎么也没想到，组织下发的号称高性能的球棒，竟然打两下就断掉了，接着又被用药物偷袭，这下三滥的手段，他是怎么也不会服的。艾利米没再说什么，反正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索性就拉着球棒准备去进行人体改造。球棒是想挣扎也使不上劲儿，他们给他注射的是用于大型动物的镇定剂，还能这么站着，已经是非常牛了。料想再来一下就不会奏效了。正好路过电梯口时，电梯门突然走出个人来。你们在干什么？来人正是他们 New Heroes 明面上的领袖布鲁。艾利米问起布鲁，他为何会来这层楼？布鲁指着眼睛表示，因为上次和龙级怪人作战速度过快，导致捕捉敌人影像的功能出现了问题，所以来维修一下，但似乎情况不太对劲。金属球棒一眼便看出了布鲁并不知情，便提醒他当心点，这人家伙相当的坏。果然，一听这话，布鲁摆好了架势，随时准备应战。就在这时，走廊另一头传来声音：“行了，我来说吧。”男人在4个高大威猛的警卫护送下走了过来。金属球棒直言道：“这人谁啊？”艾利米笑着介绍起，这位是只有少部分人能见到的上级市民，也是邀请布鲁先生建立 New Heroes 的指挥官富季先生。他身旁的警卫补充道：“富季先生是已故的西巴巴瓦婆婆之孙，同时继承了预言能力和所有遗产，是将成为新世界领袖的大人物。”听手下人介绍完后，富季再开口向金属球棒说道：“金属球棒，是我们这边搞错了，先向你道歉。我并没有对你发出处罚决定和改造人化的许可，再者你也不满足改造的条件。我们改造是遵循3点条款的：一、需要进行重生测试时；二、对思想危险的脑电波进行纠正时；三、为提高英雄活动并经本人同意时。显然你并不符合以上任何一个条件，所以这都怪他们俩擅自主张。”金属球棒当场就怒吼道：“一句擅自主张就完了吗？这些保安猖狂到这种地步都不管管的吗？”布鲁倒是冷静下来解释道：“保安只是他们的表面身份，他们同样是组织里的监察官。为了不重蹈英雄协会的覆辙，是福吉先生从外面特聘来的。但不管如何，身为监察官的违反规定也太过分了吧？”福吉解释道：“他们似乎对我下的指令产生了误解。”艾利米仍是挂着那伪善的笑，表示他们今后会注意的。我就直说了吧，金属球棒，我们是怀疑你是英雄协会派来的间谍，所以这段时间对你比较警戒。金属球棒显然是没料到这一出。我们正在调查你的底细，实际我们已经收到消息，英雄协会内部有人打算采取行动，想要消灭我们 New Heroes。在这种怪人频出的节骨眼儿，英雄组织间的争斗可是会危及到人类存亡的。所以我原本是想通过交涉来求和解，却没想到他俩对你使用了这么偏激的手段，真是抱歉。但并不是说你已经完全摆脱了嫌疑，在调查事件结束前，还需要把你软禁在这设施里。放心，我们不会再对你做什么，也不会对你家人动手。有了台阶下，艾利米向金属球棒表示了抱歉。既然对方已经摆明了是误会，球棒也没再发火，直言道：“被无故怀疑还真是不爽。你们想调查的话，随你们便。反正就算你们搬出各种理由，我也是想干啥就干啥。”话音落下，身上的锁链应声断裂。唉，走了会儿就没有那么乏力了。果然人还得多散散步啊。行了，都滚开！霸气十足的发言落下，哪里还有人敢拦着？看着球棒离去的背影，腹肌问道：“他还去哪里？”球棒回应道：“你们不是还在怀疑我吗？那我只有老老实实自个儿走回房间里去了。这不正是伙伴间讲究的协调性吗？但你们给我记好了，我也在紧盯着你们，不要以为只有你们能制裁别人。最好给我小心一点。”事情告一段落后，在 New Heroes 顶层房间里，
那从英雄协会跳槽而来的独眼负责人马考伊将从英雄协会带来的资料交给了福记，其中便详细介绍了金属球棒。想要拉拢金属球棒的话，比起给他本人好处，不如优待他的家人；要束缚他的话，比起用蛮力，不如先让他使不上力。这份资料对现如今的 New Heroes 来说非常有用。为此，福记表示将来会把马考伊培养成他的左右手，可把马考伊乐坏了。从前那些不可一世的 S 级英雄，在 New Heroes 手里都讨不到好处，他也要在此建立稳定的地位。与此同时，独自坐在大楼顶上眺望着 New Heroes 总部的 Blue， 这件事情再次让他有所感触。难道 New Heroes 和英雄协会就真的不能携手合作吗？非要这么互相试探对方的底细？他始终坚信，只要英雄们同时在战斗现场的话，一定会互相合作的。所以他决定亲自去促成顶尖英雄间的会谈，以此来打破两方组织间的墙壁。但想来想去，除了他老爸以外，不管是排名最高的龙卷，还是适合领导的 King， 都不是能轻易达成会谈的。毕竟在他们看来，他不露只不过是个被新组织拱上神坛的新二代而已。想到这里，他脑海里突然浮现出那个男人的身影——祁煜。不仅拥有着 S 级的实力，还在参加反体制运动。没错，祁煜或许便是打破制度墙的关键。第二天，布鲁便开始了行动。作为 New Heroes 领袖的他接受了新闻采访，在被问起他父亲爆破时，他的回答是：他父亲已经隐退了，不会再出现在公众视野里。但他可不会像父亲一样临阵脱逃。顺带赞誉起他们 New Heroes， 如今正努力开发着战斗服，致力让所有市民都成为英雄，维护世界和平。在此之前，他们 New Heroes 一定会挡在前线，阻挡怪人们。同一时间，在城市某处冒出了不少怪人，正有几名 B 级英雄在拼命抵挡着，他们都在等待着 New Heroes 的人赶来帮忙。虽然要依靠别的团体很令人不爽，但事实就是如此。果然没多久，就听见 New Heroes 的人跟打了鸡血似的赶来了现场。在作战服的加持下，怪人们被轻松解决掉了，这效率是不得不服。不过小怪是解决了，顶楼还有个恐怖家伙，可不是他们这些杂鱼能对付的，至少得来个 S 级。咀嚼王、灾害等级、龙级。然而没等他出手，半空中便浮出来一道熟悉的身影，正是 Blue。就这么一个俯冲，便轻松将怪人一切为二，如此干净利落就解决了龙级怪人，看实的在上英雄们。Blue也没摆架子，见其中一名英雄的剑断了，还拿出了一柄备用的光剑，毫不在意的送给了他。那英雄看着手里的光剑，不禁感叹道：这装备还真是豪华，对他们英雄协会完全是碾压级的，看来他也不得不考虑跳槽了。对此 Blue 反倒表示：你们那边不也有隐藏的王牌吗？比如祁煜之类的。哎，谁呀？完全没听过。这时人群后传来声音：原来你认识祁煜啊，我们可是好基友呢。来人正是祁煜的好邻居强英。是吗？你来的真是时候，我正好有事找他，你能帮我联系一下吗？哼，你若是有事的话，我可以帮你转达。哦，你想把现场的指挥统合起来，关于这事儿要找祁煜进行交流吗？是的，组织间的矛盾和戒备比想象中更严重，那并非我愿。作为领袖，我必须采取行动。那你就想多了。我曾经问过祁煜，作为英雄，究竟想朝什么目标发展？那家伙的回答是兴趣。祁煜虽然很强，但不是那种能发挥领袖风范的人。顺带一提，在我看来，你也不是什么当领袖的料。什么？你太年轻了，太过较真，浑身上下充满了不成熟的气息，领袖特质还是差了点啊。我知道你是打算站在那些凭着善意赌上性命干这些危险职业的家伙们之上，让他们服从你的指示，这太牵强了。除非是和你很好或非常尊敬你的人才行，至少也需要让人产生一种能把性命托付给你的魅力。话题突然变得有些高深，布鲁皱着眉头问道：那我到底还缺少什么呢？大家对于你这个人究竟有多厉害完全不清楚，硬要说的话，就只有表面上冷冰冰的设定。不只是你，你们组织其他人也一样。尽管战斗服的强大和打败怪人的战绩已经人尽皆知，但大家还是搞不清楚你们内在真实的情况。布鲁直言道：你这是不服输吗？见布鲁较真的回应，强硬接着说道：这么说吧，你们组织的英雄和英雄协会的人不同，全都是些能被替换的人。低风险低门槛，让一群享受着甜头毫无内涵的家伙们成为了英雄，穿着一身毫无个性的战斗服，谁都没有拼上性命吧？布鲁回怼道：少在这胡说八道，我们可是短时间就取得了高出你们几倍的成果，包括你也是能被替换的领袖。你是鲍勃的儿子对吧？那你或许可以找他谈谈哦。强硬的话是越说越气人，还谈到了他的父亲爆破，就更令布鲁气愤了，表示他父亲和这些可没有关系。见布鲁就快发飙了，强硬也没再说下去，只留下了一句他会把话传达给祁煜的，告诉他有个年轻人想和他谈谈人生，便走掉了。
其实强硬的话也没说错，纽黑尔斯召集的人才都是些良莠不齐的家伙，总归会有人对英雄一词抱着不同的看法。就比如这个曾是暴力团体的老大刘蒙，在接受新闻采访时毫不忌讳地表达出了自己的观点。在他看来，那些为了执行正义而拼上性命的人实在是够落伍的，要是死亡的风险一直那么高，谁还愿意当英雄呢？除非是超级大傻蛋。那些对战斗服持反对意见的家伙，以为凭借自个儿实力在执行英雄活动是个美德，其实那只是自我的满足罢了，一点用也没有。所以还继续待在英雄协会是没有未来的，赶紧趁自己的小命还在来 New Heroes 吧。还是说非得等某个有影响力的人死后才会醒悟呢？在城市某处，一只怪人实力超出预计，将在场的英雄和 New Heroes 的人都给打倒了。在 S 英雄还未赶到前，一名真正意义上的英雄挡在了民众的身前，正是正义的化身无证骑士。眼前的怪人是不逊色于当年深海王的诡计怪人，和当年一样，即便是知道自己敌不过，也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然而结果仍是一样，被怪人揍得血肉模糊，一次次倒下，又一次次站起来。可这一次没有再像奇遇一样的奇迹出现了，他只能靠自己。无证骑士，我们很尊敬你，你曾经的表现都让我们受到了鼓舞，那份勇气教会了我们，即便不是超人，也能拯救别人。正因为有你，才有了现在的我们，谢谢你。但还是要告诉你一个事实，你很弱。随着现在出现的怪人越来越强，不具备力量的人也已经开始被淘汰了。要是再这么拼下去，你总有一天会遭遇到难以挽回的伤害，甚至丢掉性命，那就太遗憾了。但如果你还想要继续战斗下去的话，我们为你定制了特别样式的战斗服，用它吧。清脆的破碎声下，他的头盔被打碎了，但身上的特制战斗服让他顶住了压力。他尝试着启动了战斗服，在怪人拳头落下之前，他挥出了他从未有过的力量——正义上钩拳。好了，到这就是一拳原作版第24篇的全部内容了。无证骑士这一拳看得我是热血沸腾，这句话的剧情基本都在对英雄协会和 New Heroes 进行讨论。在我看来，其实英雄协会是代表传统， New Heroes 则代表革新，两者相结合才是现阶段对付怪人拼出最好的结果。Blue 显然两方英雄合作的想法是合理的，不过想要打破这两组之间的墙壁，找新居史安的奇遇显然是没用的，反倒是现在的无证骑士要更适合一点。在他的身上既有着传统英雄的气质，也配备了 New Heroes 的战斗服，民众人气也颇高，怎么看都是打破两边隔阂的最佳人选了。好了，那么喜欢该系列的别忘了点赞关注哦。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麒麟，我们下次见。